俄军乐极生悲，数百人被海马斯残暴杀害，教训非常深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宪少。时间跨入了2023年，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俄乌双方的士兵都想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但然而俄军高层将数百名新动员入伍的军人集中在一个储存了大量弹药的楼内过年，甚至没有对士兵使用手机加以限制，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探听到消息的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只用6枚火箭弹就摧毁了一所职业学校的这栋3层建筑。可以说，这是美式武器在新年对俄罗斯军人的残暴杀害。但是深层原因却与俄军战场纪律松懈密切相关。目前，俄罗斯方面承认这次袭击导致了63名士兵死亡，建筑物被4枚火箭弹命中，另2枚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数字则高得吓人，声称共有400名俄罗斯士兵在袭击中丧生，300人受伤。要注意，乌军的这次袭击是俄军自去年2月份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单次人员损失最大的。一名著名的俄罗斯博主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俄罗斯陆军老兵伊戈尔·吉尔金表示，死伤人数多达数百人。一位拥有110多万粉丝的俄罗斯博主写道，动员起来的人声称责任在于该团指挥官罗曼·耶尼基耶夫上校，但是上校的错误只是盲目地听从了上级的指示，无法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部署部队。现在的问题是，这场对俄罗斯军人的屠杀事件是怎么发生的？首先，俄军指挥官缺少危机意识，在距离前线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将数百名俄罗斯士兵聚集在一起，又缺少必要的防空能力，这就是此次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俄罗斯军队到现在仍然不重视地下设施的利用。乌克兰军队在马里乌波尔的防御作战中就大量使用地下防空设施，从战术角度看还是非常成功的。俄军在明明知道有可能遭到海马斯威胁的情况下，使用地下空间才是避免被火箭炮摧毁的关键。这也能证明俄军领导层连基本的人防工程都不重视。第三，4枚海马斯火箭炮不足以将一栋3层小楼炸成废墟。这次严重试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建筑物内部还存放着大量的弹药，也就是说，此次悲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俄军弹药的殉爆。俄军为何将几百人以武器弹药放在一起？这的确让人无法理解。第四，俄罗斯军队为了让这些新入伍的士兵高兴，允许军人通过手机与亲人联系。数百俄军打手机，这等于在召唤乌军的火力打击。这种行为更是让人难以理解，完全可以用愚蠢来形容。第五，俄军指挥机制僵化，基层指挥人员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上校都不敢根据实际情况来部署部队，只是按照高层的要求让士兵集中在一起聚会，这就是俄军指挥机制僵化的最直接表现。俄罗斯的一位军事博主表示，此次袭击还是海马斯火箭炮的首次3合1打击，即同时摧毁了一个营房、一个弹药库和一些军用车辆存放地。在俄罗斯的网站群里，有一大堆人都在痛骂俄军指挥官，要求必须严惩这个人。我们还要看到，这次试验证明制信息权在乌克兰战场上的重要性。可能乌军的火炮数量没有俄军多，但是他们总能找到俄军的关键节点，也能及时摧毁这些目标。时间一长，就能积小胜为战场优势。我们常说俄军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结果他们仍然改不了纪律差、轻敌和缺少基本战术素养的毛病。希望俄军能够认真地吸取教训，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